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议论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还持续要来关心太平洋岛链哦，因为现在呢，中俄有一些新的动作，他们有15艘的军舰多路的并进环绕日本列岛。好，这是日方侦获中国海军至少有10艘，俄国海军至少有5艘的舰艇现踪。好，对马海峡、大隅海峡、冲绳跟宫古岛之间的海域，与那国岛等日本周边的关键水域。那对照以往中俄海上兵力在日本周遭的情况，中俄两国现在在日本周边的海空密集活动明显的升高当中。那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力量开始看起来有一些远海的部署，那这叫做陆055型的驱逐舰东莞舰说首度的远海部署，而且穿越了宫古海峡进入到太平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是055型的驱逐舰东莞舰，还有维舍尼亚级的禽搜舰都分别看到他们在宫古岛之后就进入到了太平洋。那这部分呢，大家就说这个看起来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样态。那尤其从卫星图像也显示，江南造船厂新潜舰的其帆舱清晰可见。那一艘054B 型的2栖攻击舰，还有一艘071型的2栖登陆舰，也正在建造当中。所以呢，目前大家认为这个中俄似乎想要突破这个第一岛链，往第二岛链来迈进了。那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个卡车式的电磁弹射系统首度实机曝光。那他们说这是最新曝光的，而且进行了实机发射。那由多辆的特制卡车组成，那可以快速的拼接成电磁弹射平台，用于发射无人机。所以现在有一些分析说中国在这个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建造了30架的新型歼35，而且还要再加快速度。那我们之前讨论过歼35的战机其实服役不到1年就已经建造了第30架。这显示什么呢？就是北京有意要大规模的部署舰载隐形战机。那它设计的意旨呢，是在挑战 F-35海上作战能力。那主要就是要扩大中国航母的作战半径。好，这个是最主要的部分好，所以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军力确实急起直追，而且每次都有新的花样或是新的部署告诉大家。那中共呢现在有党庆，那习近平首次也亲口说出了坚决打击台独。他特别讲到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说要团结广大的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融合，那也坚决打击台独，反对外部势力。那大家看到习近平的这段话觉得不太一样，因为过去呢他讲的都是反对台独，然后他这次是首次亲口讲说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所以呢，过去反对台独，现在已经提升到打击台独。那有人就想说习近平怎么会对这件事情越来越用力呢？谁给的底气？当然就是川普嘛，所以民进党、府院党现在都晋升，只有陆委会发了一个平面声明。那现在美中之间的外长也通话了，就是美国国务卿 Rubio 跟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好，那王毅就点出说台湾牵一发动全身，所以要求 Rubio 要慎重的对待。好，这是自5月川习会达成共识之后的美中外长的重要对话。好，那王毅就特别讲到台湾的问题因为他曾经讲过台湾是这个中国的核心价值。好，这次再讲到台湾，他就讲到牵一发动全身。所以美方在处理涉台事务时，务必慎之又慎。好，是不是又在讲的是军购的议题呢？好，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并未引述 Rubio 谈话内容，只有表示中美的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的通话是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那美方在这一场外长通话上面并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那川普其实对于台湾还是念念不忘，但他不忘的是我们的晶片。
他又在点名台湾了。他讲到什么呢？台积电 Arizona 的厂规模将扩大1倍。那他就讲台湾正跟 Arizona 新建中的晶片厂规模扩大1倍，将有助于在我任期结束之前，将美国晶片的市占率提高到50%。好，这个是川普讲的，但是呢，问问台积电，他没有证实这项的说法。好，但是这个不是有句话吗？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是川普心的真的是路人皆知，他就是要把整个晶片的产业往美国带去所以之前才会曾经讲过我们是小偷嘛怎么谁是小偷？好，那当然呢，要伤害川普才会被尊重。经济学人这篇报道蛮有趣的他是有人写说台湾其实可以提供晶片来引爆全球的市场混乱。他报道说在世界各国其实美国的盟友跟对手似乎正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也就是如果你要赢得川普的尊重，就必须展现你能够伤害他就是伤害川普的意思。所以在最悲观的情境当中，甚至设想川普可能在与中国谈判之后会将台湾排除在外，要求台湾对其投降。但是中国掌控全球最重要晶片制造能力，美国要如何维持 AI 霸权呢？也就是说其实呢，如果台湾你要反制川普的一些作为的话，你必须要拿出能够伤害他的。那能够伤害他的就是川普最在意的晶片嘛但是我想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是不可能安怎走但是私下拿汤匙也指的是台湾。纽时的新书说川普的真心话，说何必派美军为小岛开战呢？伊朗已经看到了整个可以对抗美国这个底气就是荷姆兹海峡，我们可以对抗美国的底气其实也在晶片。当然啦，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跟美国对抗，只是认为说川普每次这样讲真的是伤害我们的感情好，我们看到太平洋岛链部分，因为有关于这个军机军舰等等，我们先问这个将军怎么看？就俄罗斯跟中国大陆这空中战略巡航，它是第11次了。因为俄罗斯派了 Tu-95雄狮轰炸机，中国大陆也派了歼16，也派了轰6轰炸机，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但是问题是，它还有海上的军舰，双方的军舰，中国大陆也派了这个055大驱，就是12000吨级的。这个大型的驱逐舰也包括054，那俄罗斯也派军舰，所以它是绕过日本。那日本的话，总共4大岛，这个北海道、本州4国、九州。那空中有轰炸机，海面上有驱逐舰，还有飞弹护卫舰，还有巡防舰。那总共加起来变成海空对这个日本来做战略威慑。那现在变成这个状况，如果俄罗斯跟日本有这方面的军事上面的紧张，那中国大陆在西侧，因为中国大陆在隔着黄海、隔着东海，跟日本遥遥相望。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就会做策动，给日本施压。同样的，如果是中国大陆跟日本有紧张的关系，军事上的紧张，那北边包含沃霍次克海，也包含日本海，那个俄罗斯可以在这边做策动，所以变成日本两面受敌，因为他们两个。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这已经变成常态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无线电的通联，还有共同这个作战指挥中心都要成立，你才能够实施空中管制跟水面就是海面管制，那是这个状况。那日本所受到的压力当然会比较大，这是战略威慑的部分。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现在它这个电磁轨道，它无人机把它放在那个卡车连接在一起。它现在这个大型的 UAV 它变成模组化，因为模组化一组装就可以了。然后它有个升降梯把这个无人机降到那个平台上面，升到平台挂到电池上面，直接可以弹射出去。它可以野战发射，不用到基地起飞，野战就可以起飞。电池直接类似这个航空母舰那个电池弹射甲板一样，那无人机速度一到就起来了后接受它的这个 AI 控制，还有人给它下指令，然后它就对哪些目标做攻击，或者是实施侦察的任务。所以变成中国大陆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卡车电磁轨道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还没有看过，美国还没看到，只有看到在航空母舰在那边用电磁弹射，或者在固定的陆地上电磁弹射，那是固定的，那是要训练航空母舰起降的，在陆地上先训练，然后再移到航空母舰。但用在无人机上面，到中国大陆这是首见。所以中国大陆在这种创新式的建军，那这一方面，我认为他一直在做尝试。
那比如说在这个鼎新演训场，它也有那个移动的轨道式的类似这个大型的海上的船舰在空中，然后拿这个导弹去对它实施攻击，因为你在海面上不好验证了，但是在鼎新试验场，它的轨道大型的军舰在那边移动，然后在动态攻击，不是我们一般对海面的话都好像是静态，但是现在变成动态攻击，表示在这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在贴近于比较实际上的验证。那在这方面，它的军武上面的这个发展也很积极。对，就等于它精准打击的技术又更好了，它才能够这样子。它来实际验证，就变成不是只是把难度提高，难度提高都能够命中，那静态那更容易命中。是，好，邱毅委员怎么看？最近的西太平洋一点都不平静。现在是美日跟中俄之间透过演习在进行对峙，会不会由演转战？这是大家观察的焦点。美日部分呢，大概有3个演习先后的出动。第一个就是31个国家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但是表面是31个国家，主要的仍然是美国、日本、韩国。那第二个呢，那影响就更大了，它是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勇敢盾牌的演习，还有之前所发生的坚立之龙的演习，这是美日之间的联合军演。而日本在美国的协助下，也不断的在部署整个从九州到琉球到西南三岛的反舰跟防空的火力网。那至于在中国大陆方面，中俄之间前几天是战机六爷带上小六，六爷就是轰六，小六呢就是歼35，就6代机歼35。那么基本上这个除了战机之外，下面就是所谓的战舰，而战舰也是精锐齐出，从055到052D 到054B 到补给船到调查船。而且呢，日本有7条关键水道，如果这7条关键水道在中俄的火力的压力之下，日本就瘫了。哪7条关键的水道？从北到南，最北的就是北海道跟萨哈林岛，就是以前的库页岛之间的中古海峡，往南走，那就到了北海道跟本州之间的青津海峡，再往南走，那就是本州跟朝鲜半岛之间的对马海峡，再往南走，那就是九州跟奄美大岛之间的大隅海峡，再往南走，跟冲绳岛之间的那就是横当水道，再往南走，那就是冲绳本岛跟这个西南三岛之间的宫古海峡。你可以看看这一次中俄战机军舰，它的军演，它的战备巡航，基本上也就是笼罩这7条关键水道。所以你说高市紧不紧张？所以高市在日本有头角面啦，可是跑到了印度，压力减轻了，他就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好，那第二个我要谈的是，刚才一轮有问到，到底习近平的底气在哪里？刚才一轮说他的底气在川普，我认为他的底气不是川普，那是什么？他的底气是现在解放军的实力，以及现在中国大陆的军工产业的实力。刚才一轮有提到一个数据，中国大陆的造舰的速度下饺子快到什么程度？一年有30条军舰可以出来，现在很可能下一步航母的004跟005都会分别的先后的就开始下水了，开始进行海试了，所以这才是习近平的底气。所以他会在党庆105周年的党庆里面，他大声的讲，现在要打击台独。哦，原来。不过邱毅委员很厉害哦，7条水道都讲得出来哦。崇涵教授，
领导人何时开战这个大哉问。所以我们常讲说，研究战争发起的，我们讲理性决策，领导人通常是讲机会跟意愿。当机会跟意愿两者皆备的时候，领导人发动战争的几率是很大的。是，刚才邱委员讲的没错啊。当习近平认为我的能力到达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具备攻台的能力嘛。这也是为什么戴维森在2021年讲的戴维森窗口，他讲是解放军在2027年可能准备好了。后任的是帕帕罗，他也讲了，习打台湾是什么？他是可能具备了能力，但非意图。好，这阿基里诺讲，阿基里诺他后任阿基里诺。那帕帕罗讲什么？帕帕罗是讲这个2027是一个什么准备就绪。简单讲，这3任的印太司令都讲了，中国大陆在2027年可能准备好，但不代表他有这个意愿。坦白讲，这三位印太司令他们也很清楚，有的能力不一定有意愿，有这样的军事实力，但不一定要开打。请问意愿在哪里？所以我要想说，习如果真的要对台动，他意愿在哪里？讲得很明确了嘛，全面对台打击是什么？打击台独。简单讲，台独越猖狂，打台湾的意愿就越高，而且能力跟意愿是互相交叠的。简单讲，我有这个能力，我就会去增加我的意愿。我有意愿上涨的时候，我会再去增强我的能力。这是我们在研究战争发生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它是个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轻忽台独势力是不是会引发习对台攻务。这是非常明确的。那我再讲了，那川普呢？川普怕了，台湾好，其实这蛮有趣的哈。其实川普这个人的特质哈，我们讲不管他是Taco也好啊，他没有耐心啊，他呢这个无所不用其极，重点是他崇尚强者。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你要让他怕？与其说我们要让川普怕，不是让川普怕，是要让川普知道在交易的过程中他会损失哪些利益。一旦他知道他要损失哪些利益的时候，他就可能使出Taco，然后呢，尽量在他所要交易的艺术中达成结果，这才叫川普怕。川普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你要让他怕什么？没有，他怕丢钱，他怕 lost revenue， 这是他怕的东西。所以呢，我想这个《纽约时报》这2个记者叫做 Jonathan Swan 跟 Maggie Haberman， 他们出了这新书叫做《政权转移》。他讲了，进入到川普帝国时期，台湾这个汤匙啊，川普说为什么要为这个看不到小岛打仗？小心哦，这2个又要被打成以美论的哦，你是遗川论哦。但是川普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他非常重视利益。当他利益不达成的时候，你觉得他打仗非常需要钱，非常损失很多利益，他不想打的。你要特别了解川普这个个性在这里。坦白讲，他现在讲说他不想替台湾打，问题是晶片呢？你又要台湾的晶片，又不替台湾打仗，所以川普自己也很吊诡，是很非常吊诡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研究川普的时候，坦白讲，你从个人特质来看起来，他是非常难研究他。坦白讲，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但是我认为中国大陆有抓到川普的一些节奏。坦白讲，就是要了解他交易的艺术。所以有一本书在讲川普的交易的艺术。所以你看他农产品还有稀土，几乎是掐着美国的脖子啊。准备了8年了嘛，所以很多人就说，中国大陆准备8年，就是在等这一刻。你再来在贸易战、科技战没问题，我们8年等你。对，所以我一直深信中国那一方有一群团队是在研究川普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最近我们一直关注欧洲的热浪今天也持续来看，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当地怎么样。好，我们看到法国其实也是算是蛮热的区域现在他们在法国有一家卖场，我们带大家看这画面，大家在干嘛？在抢冷气啦！哇，3个人抢1台冷气，真的是暴力全武行直接在卖场上演。好，那也可以看到很多现场，欧洲的各处卖场都有排队人潮在购买冷气。哇，那这就会引发暴动呢因为呢太热了现在呢冷气风扇都缺货，欧洲人异想天开，要用无人机来吹风消暑，也算是蛮有创意的啦好，在热浪频繁的欧洲在风扇全面缺货情况之下，也利用这个
电车反向来为英国的房屋输送冷气之后，现在有德国人想到干脆用无人机的螺旋桨来送风降温。好，那这也是只是一时的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子，那到底还是要怎么样装冷气嘛？所以现在当地华人说由于各地的政策、税费较高等原因，在当地安装空调确实比在国内的限制多很多。这也导致在之前购买冷气的人并不多，特别是在这边安装冷气的费用也很高，几乎跟冷气本身的售价是一样的。好，我们昨天有特别讲到其实现在冷气如果换算成台币大概已经飙到9万元了所以如果安装冷气也要这么贵的话，那就是18万台币了，非常的惊人。好，感觉自己是在烤箱里的肉欧洲破纪录热浪，中国的游客落地就送医了。好，有大批赴欧的中国游客在微博上发文崩溃，有人形容阳光底下走路，感觉自己是烤箱里的肉。还有人说在巴黎简直把这辈子的苦都吃尽了，还有人说热麻了，像是在晒人干，也就是这种形容你就知道说这是热到人会冻北雕啦。好，那谁说欧洲人不想呢？热浪来袭装冷气其实还得先取得邻居政府的点头，甚至还可能打官司因为我们知道欧洲的法规相当严格，那甚至城市公寓要安装空调，必须获得整栋建筑住户的同意。怎么很像我们在装那个电梯一样很麻烦呢好，地方政府也有权核审以确保空调系统符合建筑规范、噪音法规跟城市能源的目标。好，那也可以看到也因为这种规定满，现在欧洲人把自己卡死了嘛所以你看欧洲网友也嘲讽嘿，欧洲的穷鬼们，我刚才在车库里装了空调给我的狗而且我根本不住在南部，我的狗过得比你们开心好多我比你们的政府更关心我的狗。那也看到了外交部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自己也在这个 X 平台上面说在中国中部山西省有一个居民社区因为屋顶雨备受注目那你可以看到，因为它是一种雾化的冷却系统，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将表面的温度降到5到8度左右。我觉得毛宁的这一个影片蛮特别的因为它释出之后，也就代表说现在有人有不同的降温做法嘛。那我看到这之后，我则是想说那既然有这样的做法，欧洲人怎么都没有用呢？看起来好像还是在口水，然后还是在炒这个冷气，然后现在只有想到用无人机的方式，有一些风的部分。那用水的部分是不是降温的更快呢？我们再期待一下欧洲人会不会想到更好的解方。那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呢，在欧洲的布局现在是全面扩大，贸易战风险止跌。现在中欧发表了罕见联合声明，成立了经贸磋商机制。那金融时报报道说，这是双方尝试解决贸易分歧跟市场准入问题的新对话机制。联合声明也强调，中欧双方作为关键伙伴，那成立的该机制的核心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的经贸对话，要稳定双边关系，要让它更趋平衡。那现在比亚迪又出手因为呢，他们正敲进这个收购一座欧洲既有的汽车工厂。好，作为继匈牙利之后的第2座欧洲的生产工厂，要加快当地的扩张脚步，最快在近期就会拍板定案了。那比亚迪收购欧洲的车厂在即，锁定的是西班牙、法国加速在地化的布局，所以就让欧洲传统车厂面临了竞争压力，也会继续扩大。那原油之价格暴涨，也推升了电动车的需求。那主要也是美伊战争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今年1到5月已经出口超过400万辆年增63%，其中新能源的汽车出口达到183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1.1倍。所以如果出口持续预计在中国2026年的汽车出口量会达到1000万辆，非常惊人的数字那可见接下来欧洲的汽车产业恐怕就会雪上加霜。好，我们还是看到了热浪因为这件事情导致欧洲人其实死亡的人蛮多的。那我们也一直很关心到底欧洲人怎么解决，但感觉只沦为一些口水性的。邱毅委员怎么看？我10几年前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的欧洲一点都不热，所以大家基本上觉得没有空调、没有冷气是属平常，把窗户打开，有风进来就好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因为地球软化、气候变迁，所以才产生了现在热得不得了，会热死人的问题。所以你证明了川普2进攻的时候，他就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策。在这一个阻止地球继续软化的问题上面，中国大陆是尽了力了，可是川普呢，却是逆其道而行。但是啊，我们从这一次欧洲的这一个热浪伤人的情况，造成了中国制的空调、冷气热销，一叶知秋。你可以想想，我们单谈一个热浪来袭，然后中国制的空调会热销，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欧洲对中国生产的产品，它的需求有多强。去年的整年，中国对欧盟，不包含英国，对欧盟的顺差，也就是欧盟对中国的利差，3600亿欧元。你可以想想，这个数额有多大？比2024年，就是前年，它成长了15%，所以代表了欧洲对中国大陆的制造产品，它的需求越来越大嘛。但是在服贸的方面，那欧洲则是从中国这边赚到很多的盈余。终归来说，就是中国对欧洲来讲，货贸是顺差，服贸是逆差，所以正好在国际收支账里面是平衡的。也因为如此，所以这一次王毅在这段时间，他去访问了北欧4国。访问北欧4国是因为北欧4个国家，不管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过去跟中国大陆之间有经贸往来，但是就是比较缺少政治上、外交上的联系。如果把这个缺口给补起来，那中国大陆跟欧洲的关系就会往前一步。而几乎同时，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正在布鲁塞尔跟欧盟在谈中欧之间经贸合作的进一步的拓展。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是会越来越绵密的。是，好，崇安教授怎么看？热浪，我上礼拜天刚从捷克回来，哇，热死了，真的啊，真的，而且我们是去查理士大学嘛，那个大学里面很多是不装冷气的，因为他们早期不会那么热啊，很多旅馆也不装冷气，你相信吗？那怎么睡得着啊？然后我们去的那几天大概30几度，最高温也到40几度，听说我们回来之后降一点，但是他们最高温到40度，然后整个欧洲大概死了1000多人，是重热衰竭死的，所以大家开始在反思说，这个全球气候暖化气候协定是不是正确的？欧洲这么支持这个要降低，就深受其害。对，降低这个1.5摄氏度，结果现在深受实在死了1000多人哦。结果我们看到这个是美的，其实看这个是在大陆，他讲大陆美的那个冷气空调哈，在德国大概一台卖700欧到800欧，是没有平常不抢的时候，现在都卖到缺货啊，现在抢到一台18万。那你买那个东西，坦白讲，它就是要免除人工，你不用去钻墙，你不用去挂，它那种是移动式的，好，它就是你放在那边。其实很多商场，欧洲商场或是欧洲的一些地方，他们太热了，他们就放那个来让大家吹啊。那现在抢到缺货，那大家就开始想说，那世界气候学这个 COP 哈，我们常讲这个 COP 到31了，到底是不是对的？其实 COP 在95年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要讲说我们要如何降低全球气温啊，这些所谓比较比较绿强调环保的人士，他通常也跟 DEI 跟这个多元，大家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些人过去在拜登时期，他们是非常站到高位的，他们不管在联合国，不管在欧洲，他们是一个非常强的，讲话也比较大声。对，川普上来之后，这些人就开始觉得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欧洲的这个整个热浪来袭，死了这么多人，大家觉得你当初这么支持这个气候要降低这个1.5摄氏度，结果你现在反过来死这么多人，那是不是我们要回复到所谓的川普讲的 drill baby drill， 继续再开始多开冷气、多烧能源哈？
那其实我觉得欧洲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坚持所在啊。我觉得他们就算热归热，他们的那个概念还在那里，不然为什么捷克这么热，大家我觉得他们就顶多把西装外套脱掉啊，这么热的地方开个窗户而已啊，大家也不会喊热。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我们还是觉得说，那这个 COP 这个气候暖化协定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所谓的工业发展国家跟已发展国家中间瞧不拢，尤其是已发展国家一直要做的时候，这个开发中国家他们会损失很大的钱，1.3兆美元，他们整个发展可能会到1.3兆美元，所以未来这个所谓的 COP 的未来的走向我觉得还在未定之天。对，感觉还有很多这个细细节节还要再讨论将军怎么看？地球会越来越热，因为本来地球全部包含南极、北极，整个加起来的这个平均温度是13.5度，现在已经到15.1度了。哇，那热了。那热的话，这个热浪线呢，它高温线会开始北移。那北移之后，我们知道今年是最凉的，明年只会比今年热。后年一定，那只会越来越热嘛，不会说明年比今年凉啦。今年欧洲就这样子嘞。对，那明年绝对比今年是最凉的啦，明年绝对比今年热，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因为下个礼拜7月7号是小暑，再来是大暑，再来是处暑，3伏天嘛，所以你看看会越来越热，大暑是最热，处暑还是很热哦，你处暑过后稍微不热还是热，那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换句话说，整个热浪线高温线开始北移，那北移状况之下，而且越热越用电。你看我们缺电都是夏日高峰，因为大家冷气全开，就那这样的话，我们一天我们人类就烧1亿桶的石油，1亿桶，然后还包括你还在烧煤发电、火力发电，所以还烧天然气。你看看还有核能，我们把地球烧热了，因为越热你又要越烧。你看冬天不会停电的，夏天会跳电，越热越用电，那怎么办？那将来地球还要用更多的电、更多的石油来弥补夏天，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变成相乘，不是相加，相乘，越来越热。因为你越热越用电，越热越用能源，就叠加上去的。你一直在烧地球嘛，那大家来烧地球，我们大家一起热，所以热浪线北移，整个战略环境会改变。为什么？因为大家开始要抢能源，越热我越要能源啊，不然我会热死啊！赶快火力发电，火力全开啊！所以这个也要能源 ，AI 也要能源，哇！以后能源的量真的很大。大家开始抢能源，越热越抢能源，冷可以不要嘛？冷谁会开冷气？不会嘛？越冷越省电啊，冬天用电量都很低啊，夏天用电量越高啊，所以越热，大家越烧地球，那大家一起来烧地球，地球就只会热嘛。那将来的话，大家抢能源，不抢能源过不下去，不然会死啊，会重热衰竭，会中暑啊。那老年人会死，因为老年人他新陈代谢慢，他的身体的调节对热的调节的能力比较差。那第二个抢水资源，大家要抢水，因为水降温，那大家来抢水、抢能源、抢水。那将来的话，这种再加上极端气候，我认为这样子的话，地球就会不平静。对，会有一些冲突，可能会因此产生好，我比较喜欢讲地球发烧了发烧也就是一种生病啦。为什么生病？人类造成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还是要讲到高市早苗，因为他最近的行程到了印度，而且是他上任之后首次访问印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有3天的行程，在昨天已经到印度抵达新德里时呢，受到完整的军事礼遇。好，那你可以看到画面也包含了有红地毯跟热情的欢迎。好，那这次的访问标志着印日特殊战略跟全球伙伴关系其实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是高市早苗从他的专机走下来。好，那当然就有红地毯迎接他。那这当然象征着是这个印度对他的欢迎。好，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达印度出席第16届印日年度高峰会。那印度总理莫迪则是先在社群媒体上面说非常热烈欢迎你来到印度，说高市早苗首相。那日本现在转向印度，可能是把整个亚洲的权力格局给重塑吗？有分析说
中美两国其实都密切的关注莫迪跟高市早苗的会晤哦。那北京也担心日印关系的深化会削弱他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那华盛顿的担忧则比北京更为复杂，因为美国已经接受了一个亚洲对手，就是中国跟他竞争的局面。但10年之后，他可能将面临2个对手，也就是中国跟印度哦。所以呢，在这一份分析上面哦，把印度10年之后可能会跟中国的位阶一样哦放在一起。好，那当然一轮是保持一个怀疑啦。那现在说啊，2兆日元押宝印度哦，高市早苗会莫迪有签了120项的合作，大举的投资。好，正在访问印度的日本高市早苗，他是在今天2号的时候下午跟莫迪来举行领袖会谈。那配合会谈，两国企业在机构预期会签署大约是120项的合作文件。那日方也将宣布在印度创造总额超过2兆日元，好，那2兆日元新台币大概是3927亿元的商业投资计划。好，但是呢，有日本网友就指出说啊，其实从这个政府专机下来之后，高市早苗就立刻合掌致意，好，接着鞠躬弯腰。那有人是批评啦，他觉得这样子的行为不太适当，觉得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敷衍了事、毫无意义的外交上面，不如阻止日元疯狂贬值。好，毕竟现在日元一直贬一直贬，好，很多这个日本国内的民众是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好，因为有关他们的经济问题。好，那也有人说啊，印度欢迎了高市早苗的仪仗队，一出国，高市早苗的病都好了，腿不抖了，手也不疼了呢。好，那也有人是说啊，出国逃脱的话，这段时间就不会在国会被追究，所以满脸笑容呢。回来之后，别说累了没睡觉之类的，诚实应对哦。好，因为呢，高市早苗前几天有个地震嘛，他就有接受访问结果讲得很含糊，有人觉得他是不是身体有一点状况，还是做了什么事情才出来当这个记者会？那高市早苗当时回应是说他刚洗完澡，就没有那么的 OK。好，那也有人说真的，你不需要再回来了，说为日本着想，请不要再回来了。所以在他们国内里头，对于高市早苗的一些想法，也是正反意见都有啦。好，那中国现在精准打击高市命脉吗？好，因为呢说摆脱中国进口依赖，日本规划9000亿日元布局海底稀土。因为稀土几乎是被中国大陆掐着嘛。好，那2个日籍员工涉嫌走私稀土遭捕，中国大陆外交部说啊，中日关系现严重困难，责任都在日方。好，所以中日的关系还是紧张。那高市早苗在礼拜3访问印度的前夕其实有说，印度是推进其更新后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不可或缺的伙伴。这种措辞至关重要，因为不可或缺实际上是一种外交辞令，意味着我们现在就需要你。所以大家还是认为中国稀土的威胁让高市不得不去寻找另外一个伙伴。那纽时则报道说，北京对日本施压环环相扣，把日方每一步都视为挑衅的红线。那现在看起来从这个拘留东京商界人士轰炸机飞进日本，以及限制稀土出口等等，每一个手段都是环环相扣的。那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则说，看来北京似乎倾向跟东京对立，为了什么目的呢？或许只是为了展示他有能力这么做所以呢，现在看起来中日关系持续非常的冷。好，那当然高市早苗要找一些不同的盟友，他找到了印度。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怎么看？我觉得网友对高市太严苛了，你不让他出去外面，他的妈妈桑公关术怎么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你看看他在日本国内的时候，在地震之后的记者会那副样子，一看就可能被怀疑是借酒消愁之后的记者会。好，到了印度不一样啦。好，脸上显得阳光，笑容也绽放了。然后呢，跟莫迪2个人一对谈，我看看就有一点心停对气的味道。为什么叫心停对气？因为日本跟印度现在的问题几乎一样烂兄烂弟日本今天日币的贬值，贬破162块，而且直奔180。那印度呢？印度的卢比今天也冲破96块
很多人认为印度的卢比很快的也会贬破100。两个国家，日本、印度都一样出现资金外逃的情况，然后两个国家都出现通膨，生活成本提高，两个国家都出现 K 型经济越来越严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你说印度，它的经济总量曾经一度高到全世界的第4名，但是现在它掉到第6名了。但是更严重的是，它每人平均的 GDP 竟然比孟加拉还低。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有钱的人很有钱啊，但是穷人的话，生活越来越苦啊。所以印度要解决的问题跟日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几乎是一样的。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高市要找盟友，他跑到印度真的能够找到他所需要的对策吗？真的能解决日本现实的问题吗？高市到印度去，他说要到印度去找稀土的来源。印度没有什么稀土的资源啊，印度也没有什么对稀土精炼加工的产业啊，所以你到印度找稀土干嘛？好，另外的高市这一趟到印度，最重要的就是准备到这个印度的东北建立所谓的半导体产业园。那印度发展半导体，印度一样没有稀土啊。好，再者吧，他说要引进印度500个 AI 的技术人才，印度的技术人才当然很多，可是日本的网民在怕什么？你可不要印度500个技术人员进来，下一波把印度的劳工都放进来了。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也传言台湾要进很多印度的劳工吗？印度劳工什么样的样子，大家都知道，太可怕了。对，因为文化不太同啦。对了，那真的是对大家来说安全的威胁就存在了吧？是。好，那至于日本现在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赶快调和它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矛盾跟不好的关系嘛。你中国大陆连续的出招，例如说刚才讲的那个走私的问题，富士电机2个高管为什么要走私稀土电池、稀土磁铁？答案很简单，他们的电动车要发展，它就需要稀土里面的镝跟锗，没有镝跟锗，电动车发展不起来，所以只好铤而走险，最后在海关被活逮。好，所以呢，我看起来高市想绕过中国啦，寻找一些出路，但没有这么特别哈，也没有那么好运啊哈。崇涵教授怎么看？中日关系从这个高市宣布台湾是这个属于日本第2级，我们叫危机存亡事态开始一路走下，从去年11月7号11月7号开始之后呢，第一波中国就开始限制，比方说留学生啊、观光客出团到日本去。那在2026年1月开始呢，收紧对日本的稀土控制，包括还有其他军民两用的矿场资源。再来呢的出口管制，6月29号有许多我们讲的这个日本出口的实体清单被列入。那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这个所有的制裁是方方面面，像网越拉越紧，一波，代表说这是来真的。那当然高市遇到这种问题，坦白讲他也是知道了所以他必须要开始跟许多国家进行所谓更多的往来，包括他之前去菲律宾跟菲律宾进行我们讲双边互相准入的这种军事的互访协定之外，他这次又来到印度。印度他找什么？其实我们知道日印之间他们最主要在经贸往来关系非常密切。大概有1400家日本企业在印度，我们有包括设厂，那主要日本出口到这个印度的，包括汽车汽车零组件、汽车工业你在印度看到很多日本丰田跟这个 Toyota 跟 Honda 的车子那当然印度也出口许多产品到日本去，包括我们讲的农产品也好啦然后一些基础矿产也好都有那当然日印之间呢，在主要合作方面还是在所谓的经贸方面在经贸方面。那当然这一次高市到了印度，他坦白讲我觉得他就是除了跟菲律宾要加强安全协作上面，他在印度上面他也知道说中印之间他们还是有一些
这个我们的爱恨 love and hate 在里面，所以他希望紧抓着印度，希望印度能多做一些从经贸上外溢到安全上面啊，是不是可以再加强在跨上面的一些合作？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早期一直在讨论到。印度在跨里面，他坦白讲，他采取是一种我们讲的中立不结盟，然后呢左右摇摆，有点避险的概念在里面。他觉得我虽然跟中国有所谓领土，有所谓之间的边界问题，但是我们不要跟中国完全翻桌啊，对不对？所以坦白讲，印度在跨之间采取的这个角色跟角力，我觉得其他3个国家也看在眼里。那日印之间在这安全上面真的要采取更多的合作，我觉得相对困难。那在哪边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在经贸上面，不管是日本想在印度建立一个所谓的高科技的我们讲的产业园区也好，计划也好，或者是它带入这个印度的高阶的我们讲 AI 人才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初始的阶段，在谈的阶段。那未来他们两边之间会不会有更深入，包括引进印度的劳工，这点我们都要看。包括日本，我觉得日本人对印度的劳工也有一些 concern。好，毕竟你引入过多的印度劳工，会不会对国内的其他劳工产生排挤？我们知道现在日本引进许多菲律宾跟这个越南的一些劳工，在进行他们一些基础的观光业或者是产业方面。那印度劳工竟然会不会进行排挤？这也是日本，我觉得他们国内他们也有在考量。哦，将军怎么看？日本要开采这个海底的这个稀土，我认为会事倍功半。他投资了9000亿日元，这个金额很大，但是在海底开采啊，它难度高。为什么？因为它的海底的深度是5000公尺到6000公尺，非常的深，不是浅海、深海。那你采下来之后还是烂泥，而且不能海上提炼，要运到陆地去提炼。海底开采，然后抽上来运到陆地再提炼。你看这个运输成本跟开采成本多高？所以我认为。会变成这个我们叫的本大利小，本太大了，但是你得到一些这个利润，而且第二个有风险，因为在海底开采啊，有这种洋流、潮涌，还有海面上啊还有台风，你这深度5000公尺，你这个方面风险非常高，成本非常大，可能会入不敷出哦，会入不敷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那你这个海底挖矿、陆地提炼呢、啊？你还考量的气象风险再加进去啊，我认为宜不宜。到现在全世界为来看的话，还没有国家说我要海底开采稀土的，因为稀土它不是整坨像我们的煤矿还有露天呢，整个都是露天煤矿，你这样开采，它是稀的嘞，它要从里面再提炼呢，所以你挖的是烂泥巴，然后去提炼出稀土出来。结果我们知道我们黄金为什么那么贵？你拿出来是金沙，这掏半天呢，就掏天的金沙而已，就这样子。珍贵的矿产都得来不易啦，都是稀土，就是类似这个状况。那你运了多少？你运了那么多的这个土，这些矿土，结果一提炼了，还炼不出这些小小的我们所需要。因为稀土有分17种，大家想到的是锗、镓这种，比较能够做永久磁铁的强力磁铁，那个磁力非常大的。所以我要认为日本这一方面。可能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可能性，我认为不能完全排除。第二个，日本跟印度要经济合作，从印度来挖这稀土，我认为印度这一方面呢，他会自己供不应求，他自己都不够，他怎么提供给日本？印度人口是全世界最多，印度人口14亿7千万人，印度正在发展经济，而且印度现在很穷，每一个人的人均 GDP 啊，2900块钱美金。